Hi everyone，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长久以来，演艺圈那些被奉为性感尤物的女性，似乎总是难逃资本与权力的摆布。这样的例子在好莱坞女星和 T 台超模中已经屡见不鲜。但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女人，或许是个例外。从超模转型歌手，再到成为法国第一夫人，从风云诡谲的名利场转头险象环生的政治圈，她从未迷失过自己的方向，也未曾沦为被控制的工具。她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命运攥在自己手中，且游刃有余，且滋味丰富。在感情上，她可谓是放荡不羁，爱自由，堪称是全世界男人的天敌。遇到她的每个男人，无不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滚石乐队主唱为她抛弃妻子，一对父子为了她反目成仇，就连前任法国总统萨科齐都为了她不再涉足政坛。她就是卡拉布鲁尼。卡拉布鲁尼的母亲是一位钢琴家，年轻时和一名古典吉他手恋爱，未婚生下了他。几年后，母亲带着卡拉嫁给了意大利第二大轮船制造商创始人的儿子阿尔贝托·布鲁尼蒂黛西，也就是加入了意大利北方最显赫、最富有的布鲁尼蒂黛西家族。爸爸会作曲，妈妈会弹琴，他自小就沉浸在艺术气息浓厚的家庭环境里。大概家族太有钱了，动不动就受到绑架勒索。5岁的时候，卡拉随着父母来到了巴黎生活，从小生活极尽富足。受高等教育的卡拉还有着一副天使的面孔，黄金比例的身材。上帝为你打开了一扇门，就会为你关上一扇窗，可上帝却为他连开了2扇窗。无论是从出生还是样貌上，卡拉都备受上帝的偏爱。长大后的卡拉进入了索邦大学，修读建筑学和艺术学课程。在艺术的熏陶下，卡拉整个人仿佛都散发着一种别样的魅力，而他本人也颇有商业头脑。他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如何利用优势获取到第一桶金。于是19岁的他放弃了学业，进入模特圈当起模特。他的模特生涯也是一路绿灯，短短不到1年，他就备受老佛爷的青睐，参与了香奈儿多场经典走秀，后来又被选为盖尔斯品牌的代言模特，各种奢侈大牌 T 台走不停，也贡献了很多90年代迷人的造型。作为80、90年代的顶级模特之一，全球顶级封面大刊也收割了不少。出道第3年，成功赶超一众顶级超模，年收入高达750万美元，而这个收入放在90年代，那真的是一个惊人数字了。当时的卡拉和辛迪·克劳馥、纳奥米·坎贝尔等超模们占据了秀场的半壁江山，平分秋色，不相伯仲。可以说，只要我们叫得出名字的奢侈品牌，都有过他走秀代言的身影。爱马仕艺术总监让·保罗·高提耶夸过他说，他很聪明，修养极好，就像欧陆小说或电影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他在 T 台上自信的步伐、多变的风格，无不让台下观众痴迷。可谁都没曾想到，1998年他决定隐退 T 台，原因是他知道美貌可以用来获得进阶，也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所以他早就悄悄谋好了另一条出路，做音乐人。这份出路恰好也是他从小的梦寐以求。尚在孩提时期，卡拉曾当着卡拉扬的面表演过节目。走秀时期，他也常在演出后台自弹自唱。2000年淡出模特界的他，终于有机会涉足音乐圈，从模特跨界当歌手，这无异于在一个新的领域从零开始，成功了名利双收，失败了则进退两难。但对于31岁的卡拉而言，这并不足以让他畏惧。从始到终，他依然坚信着自己的决定。1998年，卡拉为法国歌星朱利安·克莱尔的新专辑写歌，主打歌上了热门榜。2003年，他发布了自己的第1张专辑，迅速火爆法国，以200万的销量记录进入专辑排行榜前10。后来推出的歌曲也在法国小有名气。因为天生自带的艺术基因，再加上父母在音乐上的熏陶，让卡拉作词作曲都不在话下。
而且天生自带迷人的声线，酥酥麻麻的，真的唱进了人们的心窝里。在超模领域大获成功，在音乐界与自己热爱的音符共舞，不得不说人生巅峰不过如此。但即便如此，外界对他非议依旧存在。虽然事业上的成功引人羡慕，但他的私生活却并不那么讨喜，甚至被外人所吐槽。法国媒体在早期的时候都管卡拉叫石男者，而网友们则称其为石男女妖。把她的前男友一一拉出来细数，你会发现都是各界的大牌名人。她最早被爆出来的是和比她大22岁、拿下过18座格莱美的音乐人埃里克·克莱普顿谈恋爱。他在音乐路上能迅速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并取得成就。这一位20世纪最成功的音乐家可没少在一旁提点他和帮他开路，但可惜两人没过多久就分了。分手后的卡拉搭上了滚石乐队的主唱米克·贾格尔。当时米克有一正牌女友，而且都为他生了4个孩子了。可即便如此，看着身边魅力十足的卡拉，米克仍旧选择跟女友说分手。虽然最后没分成，但可见石男者的杀伤力极强了吧？很多女性可能会把男人或者一段恋情作为完善自我人格或者成长的一部分，但卡拉却把男人当做了证明自己魅力和地位的象征，而强烈而短暂的恋爱方式则成了卡拉的另一种独特。全球最性感的法国男星文森特·佩雷斯，奥斯卡和金球奖双影帝的凯文·科斯特纳，当然还少不了大众所熟知的川普特朗普。当时特朗普还在做他的地产大亨，还不能在推特上广发言论。遇到卡拉，特朗普的反应跟滚石乐队主唱米克是一样的，与当时的女友分手。面对媒体的问询，特朗普很大方承认了，但卡拉那边却极力否认，表示跟这位美国地产富豪并不熟，这就有点尴尬了。这边都分手了，那边却说跟当事男主不认识，于是两人似乎就这样没了交集。情伤了特朗普后，卡拉接下来的举动惊呆了所有人。2000年，33岁的卡拉与法国出版商人让·保罗恋爱，两人爱得不分你我，海誓山盟，甜蜜无比，而且还同居在一起了。但没想到，他居然在同居期间爱上了保罗的儿子拉斐尔。拉斐尔是一名哲学家，当时自己也已经是有家室了，但没想到他面对卡拉的爱恋，不顾父子之情和自己的家庭，与父亲闹翻，果断和原配离婚。而拉斐尔的原配也不是什么善茬，在离婚后，他以此为经历出版了一本小说，没什么严肃的。在小说中，他这般描述卡拉的角色：漂亮又神通广大，有杀手一样的面容，跟终结者似的。后来这段不伦之恋修成结果，卡拉与拉斐尔结婚并诞下一子。所有人都以为卡拉这个石男者会就此金盘洗手，但没想到卡拉仅仅消停了4年便官宣离婚了，理由很简单，不爱了。2007年，他再次扔出重磅消息，跟刚离婚不到1个月，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恋爱了。对于迷人的卡拉，即便他的前史混乱，但萨科齐仍旧认为，对于男人而言，卡拉就如同劳力士一样，是身份和能耐的象征。自此，卡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法国第一夫人。可天生为爱镁光灯的她，怎么甘于默默做男人背后的女人呢？她表示，我不会放下自己的工作，在未来的4年时间里，专门给丈夫熨衬衫。这是卡拉婚前对萨科齐说过的话，婚后她也是这么做的。结婚不到1年，他风风火火继续搞起了他的音乐事业。入住爱丽舍宫后，他居然把总统夫人的房间改造成了录音室，写歌发歌全部耽误。2011年，卡拉参演了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同年出版了自传《卡拉与野心家》。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都能见到他的频繁互动，只为了宣传他的新歌。这位第一夫人在坚持自我之外，也能掌握极好的分寸。在萨科齐落选以及陷入政治丑闻时，卡拉会给予温柔的安慰，但同时不忘推广新歌，甚至重返秀场。她总能在公共视野中保持体面，
精致低调的服装搭配让她成为杰奎琳之后最受关注的总统夫人，所到之处不仅能得到法国人的拥戴，也能收割西方各国群众的好感。50多岁的她身材依旧保持得相当好，常常出现在国际红毯上。几个月前，她身穿一袭礼服亮相戛纳红毯，为电影《杏仁剧院》大力宣传。不得不说，她虽然嫁给了萨科齐，但其实她嫁给的是她自己。天生出生在罗马的人本来就少，而能把自己手中的好牌打出一个惊天王炸的更少。在事业上，他野心勃勃，精力旺盛，从不会被眼前的名利所牵绊，反而选择多线尝试，努力追寻自己内心深处所热爱的东西，并为此付出努力。在感情上，虽然他的一些行为并不被大众所认可，但很显然，男人对他来说只是调剂品，恋情与婚姻也只不过是他的附加值，以此为他越来越丰厚的人生来提供养料。前半生中，卡拉一直都在自由地活着，正如他自己所说，多多尝试，享受生活，因为一切转瞬即逝。所以与其说她嫁给了萨科齐，当了法国第一夫人，不如说她嫁给了自己，当起了自己人生的总统。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